谢太傅今日好雅兴，不去关心家国大事，到本宫这个通敌叛国的罪人这儿来谈曲。莫不是也想做本宫的暖床人？太傅先前可是已经拒绝过赐婚了。殿下，同为微臣氏之意。太傅是想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做本宫的知音？莫不是今朝事了？太傅想做本宫的枕边人？微臣今日特来为殿下奉上调理身体的汤药。殿下可知，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大人想要的，莫不是本宫这个罪人去死？陛下，长公主叛国，私通书信齐国两网。本宫何时通信齐国？一派胡言！确为长公主的笔记。谢太傅觉得此事该如何处理？臣以为，叛国重罪，应当尽足于未央公主。今臣若非太傅直言不讳，本宫又岂会背负着叛国之罪，困坐宫中？殿下放心，您若是死了，微臣今日殉丧。我不喝。这药中若是有毒，臣便和殿下同生共死。如今朝中局势复杂，殿下必得暂避锋芒，韬光养晦，以待来日。来日，本宫还有来日吗？他的身家性命和盛家的百年情绪都系于我一人身上。给我备匹快马，我要即刻赶往齐国。等我回来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摄政长公主盛云林误国伤民，里通敌国，就地正法。殿下可是要找我，只可惜我今日之主并非长公主。苏维，你个叛徒！殿下千金贵体，岂容尔等冒犯？殿下，你好。姑姑，你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摄政长公主了，叛国之贼，人人得而诛之。
殿下，那酒的滋味可好？我为陈朝飘摇半生，这就结束了吗？怀勇在哪儿？摄政长公主盛云林弄权卖国，东窗事发，自焚于未央宫中。为什么天意总爱弄人？对不起，殿下，是我来晚了，是怀勇总是迟一步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你不是说长公主里通敌国，戕害人命？这种货色东西不会有人稀罕，你怎么还来了？长公主容貌非凡，她的贴身玉佩多少人巴望着。她凭着那张脸勾引圣上，若非如此，圣上怎么会把权力都交给那个狐妹子呀？不光如此，长公主还强抢民男，充作面首，夜夜笙歌，采阳不阴。谁敢打咱家？谁敢打我？谢太傅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呀，谢太傅，哦不对，如今你是白衣之身，你也是为了凤凰佩而来。这说起来，昔日公主还是您的学生，当真是名师出高徒啊！若是说起往事，长公主好像是苏大人的主子吧？哼，如今主子去了，苏大人还在这儿苟活。你玉骨已沉泉下土，芳魂犹绕旧时轩。王姐长公主英魂远逝，可
恳请诸位西征，莫因一物扰他安宁。此凤凰佩是长公主遗物，与长公主有过节者，切勿惦念此物，以免引火烧身。不会吧？大半夜的见了鬼了！别慌，咱们是亲眼看见他死的，这断不可能是他。哎呀！本官还有公务，就不参与竞拍了啊！这诸位尽兴。哎，苏大人，咱不是说好一起饮酒的吗？怎么这您就要走了？此人不能久留，找机会送他上路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咱们怎么办啊？想方设法把他带回去，然后再弄死。怎么？大人，二位还未出嫁，就要抢占美玉吗？好，我出1000两黄金。3000两，我要这位姑娘跟我走。3000两，我要这位姑娘跟我走。3100两。既然这位大人执意要与我争个高低，不如就让这位姑娘自己决定。小女粗鄙，只会舞剑。不若这样，若是二位谁能跟得上我的剑舞，那岂不是双剑合璧？届时，小女自愿跟随，可好？湖中搁浅，朝闻之热欢颜。那酒的滋味可好？不灭，心愁火焰。叹命运慈悲多难解，宿命拂晓，寄于眉目间。她就是长公主，她来找我们索命了。若知迷人因果割裂，输不起。姑娘莫不是故意为难？我看你早就和那位公子串通好了。一遍不甘，一遍二位不必再争了，将死之人得到了凤凰佩也毫无用处。哪来的火？救我！救我！我圣云灵从地狱的烈焰中爬出，涅槃化为圣家三小姐圣云妃，为的就是将所有惩恶之人全部送入18层地狱。你们本就不配活在这人间烈阳之下。敢问姑娘究竟是谁？携手为我一掷千金，想必心中早已有了答案。学生说的对吗？老师。然后遗憾千遍。
长公主盛云林祸国殃民，残害忠臣，盛家军更是与外地勾结，臭名远扬。谢家百年清流，何必要趟这趟浑水？当真这么想？不然呢？太傅大人一向为国操劳，如今更是华颜白发。可当初若非太傅直言不讳，长公主又怎会进足于未央宫，惨死在那场大火当中？时至今日，我才明白我守的江山并非是陈氏的，而是殿下的。更深路重，我要休息了。我守着你，你更衣睡觉，大人也可以认为我在下逐客令。刚才的事情我会处理，你早些休息吧。给我挨个房间搜，一根毛都不能放过。想活命就别动，那牢房姑娘先陪我睡上一觉。哼，果然，如我这般俊俏的小郎君，就是讨人喜欢。给我挨个房间搜。哼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我问太守才是。大半夜的闯入我房间，所谓何事啊？我来这儿当然是抓窃贼。太守的意思是，到我这里抓窃贼？偷走调用侦查银两令牌的窃贼，明明就近的这下客栈。本官也是就事论事，谢先生就让我的手下搜上一搜，以证清白。谢先生得罪了。谢太傅，我竟不知你今晚还约了他人。让我看看，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坏了我春宵？嫌命太长了。我的个亲娘四舅奶奶！苏太守，难怪他竟三十不娶亲，原来是短袖。看够了吗？我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哎，走，快！哎呀，你现在说出实情，
我可以不计较你毁我的清誉。谢太傅这么在乎清誉啊？可是人家哪里配不上你呢？哎，道义有道，道义有道。来，姑娘，给你的礼物。可儿啊，哎，咱们有缘再见啊！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早晨咱们2个床榻缠绵之时，整个陈朝就会人尽皆知。你到时候可不能在背后说我坏话呀，不然人家会说你提上了裤子，不认人的。挟持一个女子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把她放了，我来做人质。大不了你砍我一刀。我只是盗窃而已，够不上大罪。哎，看来他对你很是上心呐。方才多谢大人出手相救，不过大人想救的是我，还是当年烧死在未央宫里的长公主？大人对于长公主又是出于怎样的感情？殿下守护了曾经自己想守护的，风雨飘摇的陈朝，又因为殿下焕然新生，死而复生，又有何不可呢？这是上天给你的机会，也是上天给我的。怎么跟鬼似的，走路没有声音啊？那不是怕打扰了姑娘的雅兴吗？赈灾的银两藏好了吗？我办事你就放心吧。不过你这招真好用啊，声东击西。官府啊，只去查了令牌，就无人管银两了。苏维叛主，苏维的主子是谁呢？哎，在下倒是听闻啊，陈朝摄政长公主的下属就是为官者当以百姓为主。苏维搜刮民脂民膏，自是叛主。明日他发现银两不见了，为了保住官位，一定无所不用其极。你这几日派人守住银两，以免发生意外。就依姑娘所言办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谢大人对姑娘还真是上心呢，为了帮你都不惜跟在下睡一觉。公子还是管好你自己吧，日日打小睡，当心得花柳病。你放心吧，万花丛中过，我只摘你一朵。真是到了必要的时候啊，我一定不会比谢大人差。
还是等公子愿意说出真实身份时，再说以名相护也不迟。姑娘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何必要我再亲自承认？我猜到，和你亲口说出来是两码事。无妨，若是有缘，在下一定会亲自告诉姑娘。齐国的17皇子，果然有趣。大人这一早是上哪儿去了？本想给殿下买些吃食，刚出门就听说涿州官府40万两赈灾银被盗，外面已经乱成一团了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可惜了。原来是殿下设的局。这样大的一个罪名，大人怎好扣在我的头上？小女子可是吃罪不起。姑娘不是好学生，撒谎可不是好习惯。说你此番回来，你要做摄局人，我便是你手中的子，随你落到何处。我要太傅去见苏维，给他指一条明路。太傅可愿？哎呀，太傅大人，哎呦，没想到事到如今，只有你肯来见我呀，我可真是太感动了。在下也是白衣之身，受不起苏太守如此重礼。没事吧？太傅虽已辞官，但满朝之中无人不知陛下最器重您了。况且谢家百年清流，在朝中那是举足轻重啊！哈哈啊！下官会守住太傅和那位俊俏小公子的秘密。你该知道，我今日是为那千万百姓而来，千万灾民而来。是，下官明白。灾民等不等？是啊，白银可真是个好东西，人人都想要啊。下官明白，只要能度过此劫，白银5万两奉上。苏太守爽快。既如此，我先知会谢氏族人在朝中压下消息。哎呦，只不过这40万两白银不是少数，应该无人能在一夜之间神鬼不觉地将其运出涿州城。涿州是苏太守您的地盘，我觉得找到只是早晚的事。不如苏太守自己先筹40万两白银送往灾区。啊？这事已至此，太守慢慢考虑。在下先告辞了。哎，下官多谢，太傅指路。以苏维的敛财能力，想来明日就能把官银凑齐。用不着明日，今日便能凑齐。说不定还会给大人送来厚礼。太傅大人要不要和我赌一赌？不必，殿下说的，我自然是全盘相信的。
下错了，我重下一步。当年太傅教我一棋时，可曾说过：“君子之道，落棋无悔。”怎得今日任由我悔棋啊？和我对弈，你永远都有悔棋的资格。何人？奉苏太守之命，给谢大人送东西。殿下神机妙算。这苏威可真是大方啊！只是太傅大人，你果真就收下了？钱这个东西，谁收多少都不会觉得多呀。这钱到底用在何处，日后你自然会知晓。想来这苏维，现下正在家里肉疼呢吧？大人，这些钱财是我们多年所得，直接送出去，岂不是自割腿肉啊？糊涂东西，目光短浅！你知道朝中御史多少人参我吗？啊！要不是走了谢大人门路，谁帮我挡住这鱼和众口？那我们干嘛不直接让城里的富户捐钱，或者让百姓交点税？干嘛用自己的钱来填补？你知道监察院参我什么吗？啊！不光赈灾未到位，还告我欺压百姓。大人别忧心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按大人的吩咐，都按市场价从老农手里买的稻米，明日再去林市买些，估摸着能填补上灾区的空缺。好，好，把这红绳继续绑上，都大张旗鼓的送往灾区，让所有百姓都知道，是我苏太守的奉公为民。是。您行行好，给点吧，行行好，谢谢。太傅久居庙堂，应懂民生之苦。百姓无田可耕，商户因苛捐杂税无利可图，给点吧，给点吧。官府却还在大肆的卖官敛财。谢某孔总半生，心里处处为国为民，实则处处无能为力。说到底，这江山姓陈，我母亲也姓陈，故而我将陈氏当作至亲骨肉，为陈氏江山筹谋多年，到头来却让自己丢了性命。如今霍相掌权，太傅又何谈报复呢？只是不知当年的事情，我那个好弟弟到底知道多少，参与了几分？陛下他君威难测，来日方长，总会知晓真相。殿下还有什么是需要我为你做的？想不到谢大人这么快就习惯了被我利用。我为棋子，自是要听执棋人的。你之前不是想知道那些银子我用在哪儿了吗？我带你去看看。这朝皇书院4个字，
还是殿下写的？凡我大臣女子，无论高低贵贱，皆应启智开悟，读书明理。谢大人，您终于来了，您都不知道我有多想您。阿黄，你是想我，还是想这银子？哪有，钱哪有感情重要啊！太傅一直心系长公主，多年来帮扶我们书院女子，姐妹们对太傅可是感恩戴德。我只是认为陈朝的女子应当读书明理，开悟启智，与长公主何干？哼，恋爱脑！若不是因为长公主，你为何在长公主出事后辞去太傅之职？狡兔死，走狗烹。如今陛下已经亲政，激流勇退，难道不是上上之策吗？那你又为何开始云游四海，到处抓贪官污吏呢？你我都是陈朝子民，维护江山社稷，难道不应该吗？那为何碰到有人嚼长公主的舌根，你就要跟人打架呢？这丫头，这难道也是为了百姓？还说不是恋爱脑？之前说修缮书院，急着用银子，怎么如今拿到了，打算在这偷懒？胡说！不着急的话，我就先拿回来。这朝皇书院本就是殿下的，我维护多年，也不过是想在世上留些关于殿下的东西。如今殿下归来，朝皇书院完璧归赵。你怎么来了？美人姐姐就是心狠，一点不挂念人家，不像我这般痴情，总是惦记姐姐。公子一不缺钱，那便不缺孝金库供公子风花雪月；二不缺貌，即便是缺钱了，公子也可靠着这张脸去挣些银两。你这花名在外的，何来痴情一说呀？好茶呀！这是你之前让我找的霍相势力分布名单。好手段，但是姐姐，你托我的事情我也已经办妥了。那40万两白银就在朝皇书院的书库中，明天一大早啊，就能被人发现的一大坨。我倒是好奇啊，到时候苏维该如何解释？不过姐姐，还有一件事情我更为好奇，你为何如此了解霍相？你我二人互相利用，对彼此心事心知肚明，有些事情就不必捅破那层窗户纸。那我也只是欣赏霍相啊，多看多学罢了。姐姐，我就是喜欢你说话会这般弯弯绕绕。公子上次是倾心于谢大人，这回是霍相，口味颇多颇杂，心不诚。我心诚着呢，我这颗心都悬在姐姐身上。那姐姐可愿意我做你的心上人？他不愿意。那姐姐可愿意我做你的心上人？他不愿意。他不愿意。不是我跟姐姐说话，你干嘛替姐姐多嘴啊？
你好像没有什么正事是吧？若是无事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百年修得同床度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再说了，咱俩也睡过，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？哎，公子上来就动手动脚，有悖君子之道哦。这可比我当年未央宫看的折子戏有意思多了。太傅大人，苏维这些年来所贪，多数到了霍相口袋中，霍相一定会设法保住他。你得修书一封，到宫里去，将此事拦在涿州。此事关系重大，该由谁去？这，我堂堂齐国17皇子，自出生以来从未受过如此委屈，居然要我扮下人，这衣服还一股馊味儿。谢太傅果然还是放不下朝堂之事，一介白衣还要禁言。头领，这是怎么了？天危难测，宫中之事少打听的好。宫里的人都睁眼好好看着，这就是背后议论长公主的下场。主子的对错是非，哪是下人能够评判的呢？别闹闹！禀报圣上，人已带到。哎，草民谢府家奴拜见圣上。圣上想知谢大人所递交的信件是否属实？谢大人亲眼所见。涿州城民不聊生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苏太守贪赃枉法，属实是有违陈朝百姓观。哼！涿州城太守贪污一事，陛下全权交由谢大人处理。报，我家大人说有信物要交。圣上，圣上，您当心！当年我为齐陈二国联姻，进宫求娶长公主，这位年轻的陈君便是百般刁难。看来他们姐弟二人的感情不一般呢。此凤凰佩乃长公主贴身爱物，谢大人从何寻得？回陛下，此物是在涿州城找到的，是我们家谢大人跟着苏太守无意中捡到的。哼，涿州城果然有意思。告诉谢卿，干扰查案者可先斩后奏。是。天苍苍，地黄黄，鱼米之乡无余粮。路边百姓瘦如柴，太守家中粮满仓。残送灾区40万两，又见白银引朝皇。怪啊怪！白银竟混进没想到丢失的官银竟然藏在朝皇书院里，这谁要害我？
都给我谈得快点儿！哎呀，完了！苏太守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谢匪，原来是你！你竟然敢害我！苏太守，这是何意？罢了。时间尚早，我们去牢里一叙吧。哎呦，哎呀！谢匪呀，谢匪，你可真是个卑鄙小人！你这个四段秀，不干不净的狗东西！苏大人，这是何意？本官一介白衣之身，早已远离了朝堂的纠纷，如今是幸得陛下信任，才重返的朝堂。谁曾想，一赴任就碰上苏大人被冤一事，本官也是难办啊。这事儿与你无关？那跟谁有关？这，你问本官，这本官也不知道啊。长夜漫漫，苏太守有的是时间下。不过，本官可是要提醒苏大人一句。听闻啊，这涿州的牢狱有不少的孤魂野鬼啊。苏大人，半夜当心呢。吓唬谁呢？谁在哭？不是谢匪那厮说中了，真的有鬼。苏维，苏维，别过来啊！哎呀，你别过来！苏维，别过来！别拿命来！你别过来，长公主，别过来呀！哎呀，不关我的事呀！当年你私通齐国的信，下官看过，那的确是您的笔迹呀。那沈家军的事，属下更不清楚了。苏拿命来！符，我的保命符呢？我说青天符咒掉了，就没什么好兆头，真的遇到鬼了。谢大夫，你总算来了，你要救救我呀！你要保住我的命啊！苏大人这个一求人就抱大腿的毛病，能不能改改？如今朝廷对你的事情还没有定论，苏大人倒也不必自己吓自己。哎呦，苍天啊！现在不是光朝廷想要下官的命，就连鬼都不想放过我呀！苏大人这是何意？子不语怪力乱神，苏大人还是不要多思多虑。哎，谢大人，你别走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你猜我昨夜碰到谁？我昨晚看见长公主。啊？哎呀，当年是但与下官无关呀，那是上面下官人微言轻，
也是无奈之举啊。谢大人，你能否帮我带几副保命符进来，或者请几位高僧？你是想驱鬼啊？不是，那就是替长公主超度，让她不再来叨扰你。哎，超度，这个好。只是这法事在哪里做呢？苏大人，你我同朝为官，容我想想。当年的朝皇书院，长公主。哦，对，朝皇书院里面有长公主的牌位还在。这苏维动作倒是快。狱卒藏在剩饭里，想带出来，连人带纸一起扣下。猜猜是写给谁的？霍婉。老师果然料事如神，学生算的也还不错吧？你我皆是为上面奔走之人，若苏大人有本事疏通好关系，让上面的人为你说话的话，这苏维写给皇后霍婉，而不是他的父亲霍相，有意思。看来他们也不如我们所想的和睦，两虎相争，我们得利。倒是还要烦请太傅帮忙才是。殿下吩咐便是。殿下这是何意？自然是太傅大人颜如冠玉，又是皇后娘娘的青梅竹马，若是你肯去吹吹枕头风，我们定有许多意外的收获。大人这又是何意？殿下说什么，谢某都会去做。哪怕出卖色相，可以；杀人，可以；阴谋诡计，君子所不为的事，都可以。此去经年，恍如一夜无言。眸中搁浅朝闻之而欢颜，燃尽执念，浇不灭，心头火焰。叹命运慈悲多难解，恨离别相依，爱不能灭，一遍不甘，一遍再写。我会。前世所愿，当年初见，唯愿旧梦再燃，重写残影。公主，谢大人拒绝赐婚了。我早知他会如此。